Hello，大家好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最近加拿大政府即将出台房产市场降温政策，各大银行都为决策者提供了他们的建议。昨天，蒙特利尔银行发布了一份房产市场降温措施分析报告。他们认为，由于远程办公、创纪录的低利率使房产市场一直异常火爆，再加上加拿大央行一再表示将在2023年之前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，给本来就火爆的房产市场火上浇油。现在人们普遍认为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房价上涨。与此同时，高新行业的就业迅速反弹，财政政策仍在为经济提供支持。加拿大迎来第三波疫情大爆发，在失去理智的房产市场中，盲目竞标的势头仍然不减。蒙特利尔银行认为，决策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，解决房价问题，并提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是市场心理问题。最新调查显示，目前加拿大人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是10年来最高的，而对抵押贷款利率变化的预期则是10年来最低的。加拿大政府目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，打破市场心理预期，也就是打破相信房价永远涨的心理预期，这样才能使房价回归理性。蒙特利尔银行最新报告分析了政策决策者可能采取的措施，并从影响程度、复杂度、溢出效应3个方面评估了各种降温措施的效果。下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蒙特利尔银行的分析。他们认为，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：一、央行调整利率，加拿大央行可能会加息。低利率是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房价飙升的最关键驱动因素。蒙特利尔银行认为，此举会对冷却房产市场产生立即、明显和显著的影响。然而，利率又是一种生硬的工具，它不仅仅会影响房地产。目前，经济活动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，收紧信贷可能会延长复苏时间。此外，加息可能会使加元走强，拖累经济增长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非常高，复杂度低，溢出效应高。第二个政策是完善房地产竞标程序，实行报价制度，消除房产交易中的盲目竞价，让买家之间的竞标更透明或者是更规范。这样一来，出价会更合理。虽然这一措施不会给市场直接降温，但它会限制盲目竞价行为。这一政策可能需要省级房地产协会的审批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高，复杂度低，溢出效应低。第三个政策是征收投机税，对于自住房征收资本利得税，并在5年的期限内逐年减征，直到满5年以上，资本利得税减为0。对于投资房征收资本利得税，并在现行的税率的基础上加征投机税。这个措施很容易把投机者排除在外，并改变市场的心理。1970年代，在安大略省曾经出台过类似的政策。当时呢，几乎一夜之间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就彻底降温了，并导致很多持有大量房产的炒房者负债累累。这样的措施对刚需购房者影响不大，而且会迅速减少热钱进入房产市场，市场会明显降温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高，复杂性中等，溢出效应中低。第四个政策是广泛提高房地产资本收益的包含率。例如，投资房的所有资本利得按全部边际所得税税率缴纳，在安大略最高税率将达到 53%， 而目前这一比例为 26%。 这会抑制投资房的倒卖，并抑制一些投资需求。从长期来看，会降低房产投资的吸引力。这样的措施也会阻止各种形式的房地产投资，而不仅仅是炒房。例如，它会降低人们持有租赁房产的动机，可能会对租赁市场供应不利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中度，复杂度非常低，溢出效应中高。第五项政策是增加单户住宅或者是独立住宅的供应，将开发重点重新放在需求旺盛的独立住宅上。在核心区域之外，还有更多可以开发单户住宅的土地。与过去相比，在家办公的趋势也使这种方案可行性更强。但是呢，这是相对长期的解决方案，而且还需要宽带互联网、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保证，没有5到10年的时间不会见效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中等，复杂性高，溢出效应中等。第六项政策是非居民税，这类似于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海外买家税。目前非公民
非永久居民或者是外国公司购买住宅物业的税率，多伦多是 15%， 温哥华是 20%。蒙特利尔银行建议征收全国性的海外买家税，因为这可以简化政策，采取统一的征税标准，可以使多伦多、温哥华以外的那些小的房产市场迅速降温，使这些地区的房价更容易负担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中度，复杂性中度，溢出效应非常低。第7项政策，进一步收紧抵押贷款标准，这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。除了压力测试之外，还可以削减总债务与总债务最高比率，这会降低个人家庭可以承担的杠杆，进而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降温。这可能不会改变购买行为，但是会改变合格的购买数量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低，复杂度非常低，溢出效应非常低。8. 限制再抵押，比如将再融资的额度限制为 65%， 而不是 80%， 这样可以限制房主利用他们的房屋作为抵押物的杠杆作用，这会降低房主财务的灵活性，但他们不会抑制首次购房者的需求，或者是以旧换新的需求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低，复杂度非常低，溢出效应非常低。第9项政策是终止免征自住房利得税。加拿大是极少数完全免征自住房利得税的国家之一，对所有住房的交易都征收资本利得税，将改变长期住房收益的形式，使住房的吸引力下降。但加拿大人一直将住房作为其财务计划中的一项重要资产，现在改变税收规则将使这些计划陷入混乱。长期购买决定也可能不会受到未来几年资本利得税的影响，这种政策可能还需要扣除利息等，操作起来比较复杂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低，复杂度非常高，溢出效应中度。第10项政策是帮助首次购房者提高负担能力，也就是为首次购房者提供更多的激励和借贷能力。从理论上讲，过去曾经使用过此类措施，目的是使加拿大的年轻人更加负担得起住房，但现实情况是这类措施几乎没有任何作用。这一政策影响程度非常低，复杂度低，溢出效应高。以上就是蒙特利尔银行关于房产市场降温政策的分析。从上面的分析来看，未来房产市场降温政策主要打击的是炒房行为，政策一定会对首次购房者更加有利。现在距离4月19号联邦预算的时间只有10几天的时间了，我认为首次购房者可以选择观望一段时间，等政策出台后再进一步行动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